大家好，我是东门 Escape，欢迎来到 MetaMask Clone EP11。这一集是 MetaMask Clone 系列的最后一集。这一集不会增加新功能，也不会增加链，也不会再写代码。因为如果继续往前，那已经不再是 Clone 的问题了。这一集我想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把这个系列真正该停在哪里说清楚。在过去的几集里，我们从Wallet System 和 Backend 的角度接了3条链 EVM、Tron 还有 Bitcoin。我们没有只讲概念，我们连接真实的 Testnet、真实的 Red Text。我们生成 Address、查询 Balance、构建并发送 Transaction。我们在系统内部建立统一的抽象层，把3条完全不同模型的链统一成 Transaction 的系统接口。从工程完成度上来说，这不是一个玩具，它是真实运行的。它已经作为插件上架在官方 Marketplace。它是一个完整的实现，但这一点恰恰是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的原因。因为实现足够真实，就必须开始讨论责任级别。我们看过3种链模型 ，EVM 和 Tron 是 Account-based 模型，单一 Address Balance 直接从链上状态维护 ，Nonce 作为顺序控制 ，Transaction 是一次性状态改变。Bitcoin 是 UTXO-based 模型，Wallet 包含多个地址。Balance 是钱包内部对多个 UTXO 的聚集计算 ，Transaction 是输入与输出的重新组合。模型不同，复杂性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出现在不同位置。有些复杂性在链上体现，有些复杂性在系统内部体现，但复杂性永远不会因为实现成功而消失。这一点是整个系列真实想呈现的东西。到这里，我们必须区分2个层级。第一个层级是 Implementation。Implementation 关注的是功能是否完整，代码是否可运行，逻辑是否正确。MetaMask Clone 属于这个层级，它是一个 Showcase Level Implementation， 它可以真实运行，可以真实交互，可以展示系统抽象能力。第2个层级是 Responsibility Level System。在这个层级里，问题不再是如何呈现，而是当状态不一致怎么办？当 Transaction 异常时如何回复？当历史数据必须要审计时，如何保证可追溯？当系统需要运行3年而不能启动时，架构是否还能站得住 ？Implementation 可以失败 ，Responsibility Level System 不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这就是边界。在这个系列里，我使用了 AI 帮我加速实现，让跨链的开发节奏比过往快得多。但 AI 并没有改变任何一个责任级别的问题。AI 可以写代码 ，AI 不承担后果 ，AI 不承担资金风险 ，AI 不承担事故责任 ，AI 不承担架构判断。AI 让实现变得更容易，但让错误判断的代价更高。如果你进入了 Responsibility Level System，AI 只是工具之一，而不是决策者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系列必须在这里结束？不是因为功能不够，不是因为实现不完整，而是因为继续往前就会模糊一个重要的边界。当实现已经足够真实，再往前就必须切换到责任级别的讨论。那已经不是 Clone 的问题了，那是Wallet System 设计的问题，是系统判断的问题。如果我继续在这个系列里加功能，反而会让人误以为只要继续实现就可以进入 Production。
这是不负责任的。如果你看完这个系列，只是想了解钱包的基本原理，那它已经完成了使命。如果你想自己尝试实现一个wallet，那你现在至少知道实现和责任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。如果你想构建真实的wallet system，那你必须要的不再是更多的实例代码，而是系统判断。判断什么可以简化，判断什么不能妥协，判断哪些错误是可以承受的，哪些错误一旦发生就不可逆。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级。MetaMask Clone 到这里结束，不是因为实现不足，而是因为实现已经足够。它是一个真实运行的 Showcase Implementation， 但它可以不承担 Production 级别的责任。再往前，就不再是如何实现的问题了，而是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。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一点，那这个系列对你来说已经是很成功的。这就是 MetaMask Clone 的最后一集。拜拜。